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给各位讲的是一个关于杭州美女医生与台湾夜市小贩的故事，绝对让你听完感慨万千。我从事婚恋服务这么多年，见过的跨海峡爱情不少，可像这对儿的，真是让人肝肠寸断啊！这故事告诉我们，两岸差异不仅仅是经济和发展，更是在价值观和人生追求上的不同。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讲。林梦瑶，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外科主治医生，年方28，是公认的医院一枝花。说起梦瑶的条件，简直不要太顶，身高1.65米，体重不过百，妥妥的杭州瓜子脸，标准美女。大学就读于浙江医科大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每次手术刀在她手中，那叫一个出神入化。医院里追她的大小领导没有100也有80，梦瑶那火辣的身材藏在白大褂下，却也挡不住那完美的曲线。小蛮腰盈盈一握，该凸的凸，该翘的翘，走在医院走廊上，总惹得实习医生们频频回头，每每招来护士长一顿白眼。长得好看了不起吗？不知道多少小护士羡慕嫉妒恨呢。可越是这样的女孩，越是挑剔。梦瑶谈过几个男朋友，不是嫌对方没上进心，就是嫌人家家境一般。在杭州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没个几套房、几辆车，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梦瑶内心清楚，她这不是势利，而是现实。梦瑶啊，今年虚岁29了，再不找个人嫁了，你妈我可真要急死了。林母坐在梦瑶公寓的沙发上，语重心长地说：妈，我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想这些？再说了，咱不急，找对的人比找到人重要。梦瑶边整理病历边回答：你说的轻巧，你爸前几天体检，血压都高了，医生说是操心你的婚事操的，我看你是故意的吧？见一个拒一个，这样下去30岁都嫁不出去了。梦瑶翻了个白眼，现在都什么年代了，30岁结婚怎么了？再说我又不是没人要，是我太挑了而已。挑就知道挑。你表姐前几天从台湾打电话来，说她公司有个股东，条件特别好，问我你有没有兴趣。我一听，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立马就答应了。什么？妈，你怎么能擅自替我做决定？我都不认识，怎么可能答应相亲？梦瑶急了，有什么不可以的？你表姐说那边的人素质高，经济条件都不错。再说了，当初你爸爸不也是你姑姑介绍给我的吗？我嫁得多幸福啊！林母一脸得意。那是你们那个年代，现在梦瑶还想辩解，没有现在，机票我都买好了，后天飞台北，你表姐会去接你，就1周时间，当做旅游了，顺便见个人，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去，我下周有个重要手术，我已经跟你们主任打过招呼了，他说你最近太累，正好休息一下。林母笑眯眯地说：妈，你怎么可以？梦瑶气得眼睛都红了，别怎么可以了，你看看你周围的同学、同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就你眼高手低，台湾可是个发达地区，人家生活品质高着呢。也许这次真能遇到你的白马王子呢。梦瑶知道，这次她是逃不掉了。台北松山机场，细雨蒙蒙。梦瑶，这里。表姐林思颖在出口处热情地挥着手。表姐。梦瑶拖着行李箱走了过去。思颖35岁，在台北一家知名公关公司做副总，一身职业装，干练又不失女人味。怎么样，飞机上还习惯吗？还行，就是有点累。梦瑶勉强笑笑，别摆出这副表情吗？来都来了，好好享受一下台北的魅力。思颖挽着梦瑶的手，明天再带你见那个人，今天先休息，明天精神饱满的见面。表姐，你说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梦瑶忍不住问道。哎呀，人家可是我们公司一个大客户的儿子，家里在台中有产业，条件1等1的好。他最近刚从美国回来，正打算在台北发展事业呢。那他多大了？有照片吗？梦瑶有些好奇。32岁，长得那叫一个帅气。我手机里没他照片，不过你放心，绝对符合你的审美。思颖神秘地笑了笑。对了，你这几天就住我家，我让我老公先去他妈那住几天，这样你也自在些。梦瑶看着窗外的台北街景，与杭州的繁华不同，这里多了几分小资情调。街道干净整洁，行人举止有礼，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悠闲的气息。
思颖住在信义区的高级公寓，虽然面积不大，但装修精致，处处彰显主人的品味。表姐，我以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没想到你住得这么好。孟瑶参观着表姐的家，惊讶地说。思颖笑了，很多大陆人都有这种误解。台湾虽然地方小，但人均收入可不低。我们这里讲究的是生活品质，不是一味追求表面繁华。你看我家不大，但地段好啊，周围配套设施齐全，生活便利度高。台湾人不像你们那边，非要买大房子才觉得有面子。确实，在杭州没房没车，连相亲都不好意思开口。孟瑶感慨道，两岸的婚恋观确实差异挺大的。大陆现在不都流行39，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要坐在自行车上笑39吗？思颖边给孟瑶倒茶边说，台湾这边男生就算没房没车，只要人品好，有稳定工作，姑娘们也愿意嫁，因为大家都觉得两个人一起打拼才有意思嘛。真的吗？孟瑶不太相信。当然啦，我老公当初追我的时候，也就是个小职员，哪有什么钱，但他为人踏实，对我好，我们一起打拼这么多年，感情比那些一开始就很有钱的还要好。思颖语气里满是幸福。那表姐，你给我介绍的这个人是什么性格啊？孟瑶忍不住问道。这个嘛，思颖露出神秘的微笑，见了你就知道了。第二天，思颖开车带孟瑶去了信义区的一家高级日料店，今天我们就在这儿见他，他叫陈俊义，听说他很喜欢日本料理。思颖边停车边说，孟瑶今天特意化了个精致的妆，穿了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显得知性又不失温柔。她虽然不情愿这次相亲，但既然来了，也不想给表姐丢脸。进入餐厅，服务生将他们引导到一个包间。奇怪，人还没到吗？思颖看了看手表，已经过了约定时间10分钟，又等了半小时，思颖的电话终于响了。她接完电话，表情有些尴尬。孟瑶，出了点意外，俊逸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改天再约吧。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是太期待。孟瑶耸耸肩，心里却有点不爽，这人也太不尊重人了吧。那我们别浪费这顿饭，吃完我带你去逛街。思颖试图缓解尴尬的气氛。吃完饭，思颖又接到一个电话，脸色变得有些为难。公司突然有急事，我得赶过去一趟。这样吧，我送你回家。不用了，我想自己走走，感受一下台北的氛围。孟瑶说，你给我地址，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那好吧，你路上小心，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思颖不放心地叮嘱道。孟瑶漫无目的地在信义区的街头闲逛，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店和来往的行人，心里莫名有些失落。突然，天空下起了小雨，她赶紧寻找避雨的地方。拐进一条小巷，孟瑶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了。这是一条美食街，各种小吃摊位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雨越下越大，她急忙钻进了一家面摊的雨棚下。小姐，要吃面吗？一个温和的男声传来。孟瑶抬头，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站在面摊后面，正友善地看着她。他约摸30出头，皮肤被太阳晒得有些黝黑，但五官端正，特别是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带着几分坦率和真诚。来碗牛肉面吧，孟瑶随口说道。其实她刚吃完饭，一点也不饿。好嘞，稍等。男子麻利地开始煮面，动作行云流水，一看就是老手。孟瑶坐在小板凳上，打量着这个简陋的面摊。虽然摊位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食材新鲜，锅碗瓢盆一应俱全。给牛肉面。男子将一碗冒着热气的面放在他面前。小姐是大陆来的吧？孟瑶一愣，你怎么知道？口音啊，一听就是江浙一带的。男子笑着说，我叫陈俊明，这摊子是我爸留下的，我接手已经5年了。我叫林孟瑶，杭州人。孟瑶礼貌地回答，你怎么知道我是江浙一带的？你去过大陆？去过几次，主要是去进货。这牛肉的腌制配方还是我从南京一个老师傅那儿学来的呢。陈俊明自豪地说。孟瑶尝了一口面，确实鲜美，汤头浓郁而不腻，牛肉嫩而不柴，面条劲道适中，很好吃。他由衷的赞叹，谢谢夸奖，难得遇到会欣赏的客人。陈俊明憨厚地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你是来台湾旅游的吗？算是吧。孟瑶不想提相亲的事，一个人。我表姐在这边工作，我来看她。
那你运气不错，这几天台北的天气挺好的，适合游玩。陈俊明一边擦拭着桌面，一边和他闲聊。孟瑶不知为何，面对这个陌生的摊主，竟感到一丝放松。也许是因为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真诚和踏实吧。你这面摊每天都在这吗？孟瑶问道。对啊，傍晚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1点。怎么，想再来光顾？陈俊明开玩笑地说。也许吧，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孟瑶付完钱，雨已经停了，该回表姐家了，欢迎随时来。陈俊明挥手道别，回到表姐家。孟瑶洗完澡躺在床上，脑海里莫名其妙地浮现出那个面摊小哥的笑容。真是的，我在想什么呢？他自嘲地摇摇头，却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第二天一早，思颖就兴冲冲地闯进孟瑶的房间。好消息，俊逸今天有空了，约我们中午在101大楼附近的一家粤菜馆见面，今天一定来。孟瑶有些怀疑，千真万确，他昨天是真的临时有事，今天特意调整了行程来见你呢。思颖信誓旦旦地说。中午，两人准时到达约定地点，这次等了不到5分钟，包间门就被推开了。对不起，让两位美女久等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孟瑶抬头，顿时愣住了。站在门口的不是别人，正是昨天那个面摊小哥陈俊明。俊逸，这是我表妹林梦瑶。梦瑶，这是陈俊逸。思颖热情地介绍道。你不是叫陈俊明吗？孟瑶困惑地问。陈俊明也一副吃惊的样子。是你，昨天吃面的姑娘。思颖一头雾水。你们认识？昨天碰巧在他的面摊避雨，吃了碗面。孟瑶皱着眉头，但他自我介绍说叫陈俊明，是个面摊老板。陈俊明略显尴尬地笑了笑。那个，我确实叫陈俊明，不是什么俊逸。至于面摊，那是我的副业，或者说是我的爱好。什么？思颖惊讶地看着陈俊明。可是李总说你是他儿子啊。李总确实是我继父，我妈嫁给他已经15年了，不过我一直用我爸的姓，叫陈俊明。陈俊明解释道。至于在美国回来和台中有产业，这些都是继父为了给我撑面子编的。我就是个普通的夜市摊主，白天在便利店打工，晚上出摊卖面。思颖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这怎么可能？李总骗我干什么？他大概是想给我找个条件好的大陆媳妇吧。陈俊明苦笑着说。我妈一直担心我打光棍，老念叨着要抱孙子。孟瑶感到一阵荒谬和愤怒。所以我大老远从杭州飞来，就是为了相亲一个夜市摊主。你要这么理解也没错。陈俊明坦然地说。不过我没想到昨天那个吃面的姑娘就是你，真是有缘分啊。这叫什么缘分？这叫被骗。孟瑶气得站起来。表姐，我要回杭州。别急，先坐下，冷静一下。思颖手足无措地说。人家俊明不，俊逸不对，俊明，人家既然来了，好歹吃顿饭再说，不必了。孟瑶拎起包就往外走。等等，陈俊明追了出去。林小姐，我知道你很生气，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来之前也不知道要见的是你啊。那你知道是相亲吧？你明知道自己身份是假的，还来赴约，这不是存心骗人吗？孟瑶质问道。我陈俊明无言以对。哼！孟瑶冷哼一声，转身就走。谁知刚出餐厅门，一辆摩托车失控地向他冲来。小心！陈俊明大喊一声，飞身上前将孟瑶推开，自己却被摩托车重重撞倒在地。俊明！思颖尖叫起来。孟瑶被推得踉跄几步，但没受伤。回头看到陈俊明倒在血泊中，他的心猛地一紧。快叫救护车！他立刻冲上前，用专业的医生素养检查陈俊明的伤势。头部有撞伤，右臂可能骨折，最严重的是腹部，似乎有内出血的迹象。俊明，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孟瑶拍打着他的脸颊。你没事吧？陈俊明虚弱地问道，眼神中满是关切。孟瑶心中一颤，这家伙都这样了，还在关心我。救护车的声音划破天际，陈俊明被迅速送往台北市立医院。孟瑶作为医生，一路跟着救护车来到医院，全程紧握着他的手，眼中满是自责和担忧。住院部第3病房，准备手术。医护人员推着陈俊明进入急诊室，孟瑶想跟进去，却被护士拦住。家属请在外面等候。我是医生，心外科医生。孟瑶急切地说，我是他女朋友。
这个脱口而出的身份让思颖瞪大了眼睛，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安慰性地拍拍孟瑶的肩膀。手术持续了3个小时，主治医生终于走了出来，病人情况已经稳定，但右臂骨折，腹部有轻微内出血，需要留院观察至少2周。谢谢医生。孟瑶长舒一口气，心中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妹妹，你先回家休息吧，医院这边我来守着。思颖劝道。不，我要留下来。孟瑶坚定地说，这次车祸是因我而起，我不能就这么走了。那你是真打算留下来照顾他？思颖狐疑地看着他。孟瑶咬了咬嘴唇，就当是感谢他救了我吧。思颖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句随你吧，就离开了医院。第二天，陈俊明醒了过来，看到病床边睡着的孟瑶，一时间愣住了。你怎么在这儿？他虚弱地问道。孟瑶一下子惊醒，你醒了，感觉怎么样？痛不痛？他立即进入医生模式，检查他的瞳孔和体温。还好，就是头有点晕。陈俊明试图坐起来，却因剧痛倒吸一口冷气。别乱动！孟瑶连忙按住他。你腹部有内出血，右臂骨折，需要绝对卧床休息。你昨晚一直在这儿？陈俊明关切地问。孟瑶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疲惫。我是医生，照顾病人是我的责任。谢谢你，但你不必这样。陈俊明艰难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没好感，尤其是在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你回大陆吧，别耽误你的工作。孟瑶突然有些恼火，你救了我，现在躺在这里，我难道还能扔下你不管吗？我虽然对那次骗局很生气，但我还没无情到这种地步。我不是为了救你才受伤的。陈俊明微微一笑，任何人遇到那种情况都会那么做。少来这套。孟瑶哼了一声，好好养伤，我去给你买点吃的。接下来的日子里，孟瑶每天都待在医院，照顾陈俊明的饮食起居。她甚至打电话给杭州医院请了假，说要多留几天。陈俊明的伤势逐渐好转，两人的关系也在这朝夕相处中悄然改变。你的技术真好，孟瑶赞叹道。看着陈俊明即使带着石膏也能灵活地切水果，要是做外科医生，肯定手到擒来。哪能跟你比，我就是个卖面的。陈俊明谦虚地说。别这么说自己。孟瑶认真地看着他，你的牛肉面真的很好吃，比我吃过的任何一家都好。你对待工作的态度让我很敬佩。真的吗？陈俊明眼睛一亮，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馆，不是路边摊，而是真正的店面。我每天都在存钱，希望有一天能实现这个梦想。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孟瑶由衷地说。这一刻，两人相视一笑，病房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悄悄萌芽。表姐，我觉得俊明人其实挺好的。一天晚上，孟瑶在电话里对思颖说，哦，这话从杭州大美女医生口中说出来，真是稀奇呀。思颖调侃道，该不会是动心了吧？我只是实话实说。孟瑶辩解道，他虽然只是个面摊老板，但为人诚恳，做事认真，而且他救了我啊。我懂，我懂。思颖意味深长地说，不过你可别忘了，你妈可是希望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俊明虽然人不错，但条件你懂的。孟瑶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但我现在只是觉得亏欠他，想报答他而已。好吧，随你怎么想。不过你机票是下周3，别耽误了回程。挂了电话，孟瑶望着窗外的台北夜景，心中五味杂陈。她不得不承认，这些天和陈俊明的相处，让她看到了一个与以往认识的男人截然不同的存在。他没有光鲜的外表和显赫的身份，却有一颗真诚的心和执着的灵魂。隔天，医生宣布陈俊明可以出院了。真不敢相信你照顾我这么多天。陈俊明感激地说，如果不是你，我可能伤得更重。别这么说，我是医生吗？这是分内之事。孟瑶帮他收拾着出院用品。不，你不只是个医生，你还是个好人。陈俊明真诚地看着他，虽然我们认识的过程很荒谬，但我很庆幸认识了你。孟瑶心头一热，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出院后你有什么打算？孟瑶问道。先休养几天，然后继续我的面摊生意呗。没了这个，我连房租都付不起。陈俊明笑着说，可你的胳膊还没好，怎么做面条？左手还能用啊，慢点做就是了。不行。孟瑶斩钉截铁地说，你必须好好休养。这样吧，这几天我来照顾你，等你完全康复再说。
这不好吧？你不是要回杭州了吗？我改签了机票。孟瑶不好意思地说，多留2周。陈俊明眼中闪过一丝惊喜，随即又黯淡下来。你家人不会担心吗？我跟我妈说了实情，她很生气，但我已经做了决定。孟瑶坚定地说。就这样，孟瑶搬进了陈俊明租住的小公寓。这是台北郊区一间不足40平米的老旧公寓，家具简陋，墙壁斑驳，与孟瑶在杭州的豪华公寓形成鲜明对比。真不好意思让你住这种地方。陈俊明歉意地说。没关系，我又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孟瑶笑着回答，但心里还是被这简陋的环境震惊到了。接下来的日子，孟瑶每天为陈俊明做饭、换药、按摩康复，两人的距离在不经意间越来越近。一天晚上，陈俊明突然握住了孟瑶的手。孟瑶，我喜欢你，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告诉你。孟瑶心跳加速，一时不知如何回应。我知道自己只是个卖面的，没什么钱，没什么地位，但我向你保证，我会努力工作，攒钱开面馆，给你一个好的生活。陈俊明诚恳地说。孟瑶深吸一口气，俊明，我也有些喜欢你，但我们太不同了。我是杭州人，你在台北，我是医生，你是面摊老板，我的家人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关系。我可以去杭州发展啊！陈俊明激动地说，只要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什么都愿意做。看着他坚定的眼神，孟瑶心软了，她点点头，好，我们试试看。2周后，孟瑶必须回杭州了。临行前，陈俊明送她一个精致的木雕，一个小小的牛肉面碗，这是我亲手雕的，虽然不值钱，但里面有我的心意。陈俊明不好意思地说。孟瑶感动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会好好珍藏的，等我的伤完全好了，我就去杭州找你。陈俊明信誓旦旦地说，我等你。孟瑶给了他一个深深的拥抱。回到杭州，孟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战。母亲得知她与一个台湾面摊老板相恋，气得3天没和他说话。你是不是疯了？林母最终忍不住爆发，你好好的医生不做，要去嫁给一个卖面的，你让我们林家的脸往哪儿放？妈，他人真的很好。孟瑶试图解释。好有什么用？他能给你什么样的生活？你知道你同学们现在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吗？豪宅、名车、环球旅行，你呢？要跟着一个面摊老板过苦日子，现在不都讲究门当户对吗？林父也加入战局，你是大学教授的女儿，博士医生，怎么能找个面摊小贩？你这不是折我们的寿吗？孟瑶被父母的话刺痛了心，我喜欢他，这难道不重要吗？喜欢能当饭吃吗？林母冷笑道，等你生活拮据，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时候，看你还喜不喜欢。争吵持续了几天，孟瑶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一天，医院院长把她叫进办公室，孟瑶啊，你最近状态不对啊。院长关切地问，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孟瑶勉强一笑，没什么，就是有点累。我听说你在台湾交了个对象，是面摊老板。院长语气中带着不易察觉的嘲讽。孟瑶一惊，您怎么知道的？这种事传得快着呢。院长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医院可是杭州数1数2的3甲医院，医生的形象代表着医院的形象。如果传出我们的女医生找了个卖面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孟瑶心中一凉，院长，我的私生活不会影响我的工作，希望如此。院长意味深长地说，对了，下个月的副主任评选，本来你是热门人选，但现在可能要再考虑考虑了。走出办公室，孟瑶如遭雷击，她没想到自己的感情生活会对职业发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晚上，陈俊明打来电话，兴奋地说他的胳膊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准备下个月来杭州找他。俊明，孟瑶犹豫了，或许我们需要再考虑考虑。怎么了？陈俊明敏锐地察觉到他语气的变化。我妈不同意，医院也总之，大家都觉得我们不合适。孟瑶艰难地说。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陈俊明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受伤。你也这么想吗？我不知道。孟瑶眼泪夺眶而出。我理解。陈俊明的声音异常平静。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配不上你，是我妄想了，对不起，打扰你了。不，俊明，我不是这个意思，没关系，我们都冷静一下吧。你好好想想，别被我影响了前程。说完，陈俊明挂断了电话。孟瑶呆呆地坐在床上，泪水模糊了视线。
她突然意识到，她和陈俊明之间的鸿沟远比想象中更深更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丽姐想说，爱情面前，地位、财富都是浮云，真心才是最珍贵的。两岸的差异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在观念上的。希望每个人都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别让世俗的眼光蒙蔽了真爱的双眼，不然等到失去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才是最珍贵的。好了，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